Hello，大家好。Hello， 大家好。今天怎么样？多了一位主角是表妹就是我们那个温哥华一起居住和生活了好几年的表妹，7、8年的。对，煮饭的双手终于出现了。然后那个现在是我们来深圳第3个月嘛，对不对？我们离开表妹4个月，然后来深圳第3个月，所以刚好的话是来我们的福地深圳湾公园，再一次的来录每个月的一个更新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个生活和工作的一个状况嘛，对不对？对。所以的话，我们今天就再一次来到深圳湾公园，就是我们在深圳第3个月的近况，是不是？对，因为很怕你们就是嫌弃我们一天到晚只会走来走去，所以我们这次就采取坐着录的方式啊，对，就是不一样。那你先说一个总的一个大的变化好了。反正第3个月的话，主要就是我爸妈他从昆明来陪我们1个月的时间嘛，1个多月，然后他们是上礼拜已经刚好又回昆明了，所以麦克风不知道收声好不好，就是生活又恢复到就是以前的2人世界啊，对。然后呢，这个礼拜呢，就是表妹又加入，她可能在差不多1个礼拜的时间，表妹也是加拿大温哥华来的，对，算是个小海归，但是她只是短暂的回家探亲而已，所以她差不多在1个多月之后还是会回去。不然我们新人就先问一下表妹好了，就是你从昨天来，然后呢就是见识到机场啊，然后去附近的商场啊，然后到今天带你去那个就是未来之城的那个叫啥中湾什么东西的，对，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因为你也是很久没有回国了嘛，在你回国之前也是来自于就是大山里跟小村庄，所以可以来讲讲。先问一下，昨天吃了多少蚊子？什么蚊子啊？就是说你在震惊大楼的时候没有啦，就是其实感觉还是很方便呐，然后很热闹，小吃特别多。小吃特别多是因为我们住的地方的原因。其实深圳也不见得每个地方都这么多的小吃，因为宝安真的就是小吃之地，对，和地摊的宝藏之地，对不对？尤其我们又住那个城中村，一下来什么吃的都有。对。表妹觉得，跟加拿大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最明显的一个感受。这热闹，加拿大人少，还有就是这个电子支付超级方便，但是就不是很 foreigner friendly，搞起来很麻烦，美中不足的地方。对，因为就是表妹她短期过来嘛，她也没有国内的银行卡和手机号这些东西，所以她相对要注册和绑定微信和支付宝就会略显有点麻烦，就是用国外的手机啊什么的就会略显有点麻烦。对了，现在表妹来说说看，就是国外的人回国，就是现在变得是怎么样？现在的政策越来越好了，之前有那个探亲签证的，现在都可以再用了。然后回来的话呢，除了现在机票可能贵一点，但是具体的像疫情防疫措施呢，就只剩几乎没有了，只是搭飞机前48小时有一个核酸阴性证明，其他就没有了。讲到这个呢，表妹就跟我们分享说，那个核酸阴性证明也是很唬人，就是在温哥华的时候，做的那个人呢，就是随便在鼻子这边弄一弄，然后听说好像看小红书啊，上面还会有一些人就是造假，就是他可能检测出来是阳性，然后呢他就去 PS 一下把它 P 成是阴性的。我觉得这个行为是很过分啦，就是真的不应该这样子，你还是要为国内的同胞的健康着想。虽然说现在疫情就是大家可能都已经忘记这个事情了，但是这个做法也是不推荐。然后讲完那个表妹之后呢，可以来讲一讲，就是我们家这个最新的一个变化，就是跟上个月到现在的话，就是在威力这边。是我找到工作的意思吗？对，是这个叫最新的变化，是不是？对啊，大家都很担心，因为上一次我们第2个月的那个视频的时候，就讲说找不到工作，然后要去摆地摊什么的。对，好了，摆地摊也是一个计划之内的事情，现在还在看。这次表妹回来，就我们开始会给她一个那个 business proposal 嘛，看怎么样。表妹的双手就可以一起来摆，对，一起来摆这个地摊，对吧？你是利用到极致吗？对，然后你先跟大家说说看你的工作情况嘛？你工作了1个礼拜，1个礼拜，对，可是我必须要先说，你知道有网友上次在第2个月的时候后来留言跟我讲说，就在等待我，就是要
那个滚出深圳呢。有一个网友这样，因为他就说我一定找不到工作啊，然后就是会灰头土脸的。我跟你讲，那些视频前面那些就是讲话很狠的，就是不单那个网友啦，有很多人讲一些就是有的没的的一些事情。我就跟你们讲说，我们真的不缺那几个工作的钱，你不要这样子，就是找不到工作也是可以活得很好，不然你不会来到这个城市。所以呢，就不会饿死，不需要你们操这个心。真的，因为有些人你不怼他呢，他就真的是嘴很贱。我有看到很多一些就是留言，也是看得很不爽。不过呢，就是说无所谓啊，就是不会去想太多。对，但是那些人呢，就是说你的造的这些口业呢，一定是会报在你自己的身上。哎呦，不要这样，反正我觉得每个人的观点都可以认可。我跟你讲哦，你不要觉得说好像我们把自己的生活公开出来，然后把自己放到网上，我们就要承受各种批评。这个理论是不成立的，这个逻辑不存在。不是凭什么？有些人就指导你说，哦，你视频应该怎么样？请问他是有做出个浏览量有30万的视频，最好是他有，他再来指导别人。有些人就说，哦什么，大家都听得懂，你不需要讲英文什么的，就显得好像我们很做作、很装逼一样的。最好是你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文，你再来指导我的问题。你有看到这些留言？我有看到这些留言，我就觉得有一些人就是很无聊，就是很喜欢挑一些刺啊什么的，就觉得你没有那个必要。超气。对，你像为什么今天在中间这位这么气？还好啦，没有啦，peace。对，没有啦，反正我就是找到新工作1个礼拜，然后也做得还蛮顺利的，也是自己比较熟悉喜欢的英文客服嘛，对吧？然后对，可以利用到语言方面的一些优势。对，我几乎每天就是上班的时候都是用 email 英文跟客服在联络这样子，所以感觉就好像都还蛮在国外在工作的感觉，是吧？你要不要讲讲，就是你觉得你在国内工作跟国外工作有什么样的最大的一个让你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可是我觉得这是每个办公室的文化。方式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可能那个办公室的那个氛围啊，也都不太一样。可是我的办公室特别是比较都不讲话，然后死气沉沉这样子，然后大家都各忙各的工作，就是用自己的电脑。然后通常如果有讲到话呢，就是也是只是工作上面的一些对话而已。而且就是如果是讲工作的事情呢，他们也都会用一些 QQ 啊、微信啊，就是尽量能避免直接沟通就直接沟通。对，都是尽量不开金口，尽量都不开。然后，所以我们整个办公室几乎都是不讲话，然后也都不闲聊。那这样下班之后，大家口会很臭因为都不讲话。而且一上班一进那个办公室，大家也都不说早安，我都是那个头一个人，就是说早安，然后早安这样子。早安这个就看淡就好了，我觉得这个倒是也没必要勉强。然后走了下班了也都不说走喽，先走喽，明天见，就是电脑合起来，然后就无声无息的就离开这样子，就比较感觉是你是在一个人工作，就没有那个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的那个集体的感觉。不过我觉得好像在国内普遍在公司企业里面上班都会比较有这种文化，可能也因公司而异啦。因为大家可能就觉得工作就是工作嘛，去工作其实就是挣一份钱、挣一份薪水而已，就是没必要就是太多跟同事深交啊，或者跟他分享太多事情啊什么的。对，其实慢慢想想也都理解。跟国外比较不一样，国外的话可能就会比较闲聊一些聊天啊，家常便饭啊。我们办公室连午休的时候，大家都吃各自便当外卖，然后吃完大家就午睡，就不讲话难怪就是国外办事效率也很低，因为大家都在把时间花在一些别的事情上面，对不对？是吗，表妹？有这个，你在国外有这个感觉吗？也倒是还好啦，就是如果聊得来的人就多聊一下，聊不来的我们也不是很多话讲啊。也是。那就办公室忙的话，就自己做自己的呀。还是得先工作。你办公室好像就只有你一个人，不是吗？没有啦，现在有其他人了啦，不要这样讲。我们也是大公司，好不好？我的工作的话就按部就班嘛，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那个变化。但是我觉得有个还挺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工作中或者是平时生活中也会看到一些社交媒体就讲到就是私企的稳定性嘛，因为我工作的企业算是私企，然后
前两天不是有看到是字节还是腾讯还是哪一家，反正就大厂就对了，裁员就裁好多人哦。然后虽然说我们公司目前是没有这个情况，但是多多少少在私企工作，你相对就是会比较没有这个保障性、稳定性的保障。因为今天可能公司会需要你，明天可能一旦因为某一个项目被撤销之后，可能就是一波人就得打包就走人。所以的话，就是大家上班多多少少，我觉得私企里面的人都会有一种就是这种不稳定的这种心态，就是不知道这一天会不会什么时候到来，或者是会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我想，我不知道各位就是如果你在私企工作的话，你是不是也会有这种不安全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有时候这种感觉会让人有一丁丁焦虑。所以难怪你看现在公务员考公啊，或者是有编制的教师啊，这些岗位都是千里挑一，可能就是抢破头。对，这个礼拜的一个这个就是观察到的，或者是一个感受，我觉得就是私企的这个不稳定性可能会让很多员工，其实这个很影响士气的，因为当你看到比如说你一个项目里面工作的同事，突然之间走了好几个之后，其实多多少少内心一方面会担心说这一天会不会轮到自己，另外一方面你会觉得好像很舍不得他们，然后整个士气会大挫。我觉得其实也不是很利于团队的建设，但从公司的角度来说，他要留谁，他要让谁走，其实也是很常见的。当然这个裁员这个现象也不是说只有国内企业才有，国外的企业也是很多，像微软这些大公司，亚马逊也是一走就走一批的嘛，对不对？所以的话倒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我倒觉得。你觉得呢，表妹？微软跟亚马逊今年裁了很多人呐，因为每年他们12月份其实是会有很多员工 relocate 来温哥华的，但是今年基本都很少了，都没有了。我跟你讲，你在视频上不能就是唠英文，那个网友会骂，真的。表妹才不会 care， 没事。真的，我跟你讲，网友都抓这些小毛病，真的很可怕。没事，哪有那么夸张？其实我觉得像3个月在深圳。我就觉得大家也知道，看我第2个月、第1个月我们的那个状况，我还是觉得在国内找工作还是挺困难的。然后如果有遇到一个好的工作机会，就尽量的就去做。然后如果你真的想换工作，就骑驴找马，这样对吧？是没错的，但这个话应该不能让 HR 听到，不是特别的好。其实大家都这样啊，只是不说出来而已。对。然后在年纪上面啊，反正很多找工作这边大家都知道，那个 Boss 直聘上面多少那些搞笑的那些 posting， 对不对？对，很多招聘我觉得就是在完成任务嘛，他们都完成 KPI 那些 HR， 对。不过好险，我就是也找到工作，然后我们第3个月在深圳是不是？我觉得越来越好吧。对啊，目前是走向一个正轨，我觉得就做看了，反正也不是说就是特别怎么样，对吧？对，因为也不一定就是反正就做看呗，我觉得就是个学习的过程。就因为你在国内，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国内的工作经验，可能你找下一份工作的时候，可能才会更加的顺利。对，就什么都要看经验。然后我可能就是大家可能网友也会发现，我现在在那个 upload 视频就有点慢，因为现在又有新工作，所以要两边这样子去平衡，还在找那个平衡点，还在适应。基本上第1个月都会这样。然后我们上一次第2个视频的时候啊，第2个月视频的时候讲到说有在帮一些温哥华的朋友什么的，就是在做一些相关的事情嘛。正好有个大消息要跟你们宣布一下。对，咱就是说，如果今年夏天啊，你的小孩啊，你家里面有小魔兽，可能你就是没办法，他们放假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不知道给他们送到哪里去的时候，我跟你们讲把他们送到那个温哥华。我们这边温哥华夏令营，我跟你讲，我朋友他们在做嘛，对不对？就是很好，就是好像是2-3个礼拜吧。对，2-3个礼拜，然后就是正规的啦，不是那种私人那种弄的，就是非常正规的，然后都反正就是在温哥华、多伦多还有蒙特利尔3个城市，就是看你要选择去哪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私信我，或者是下面留言给我。我觉得因为现在就是国内就是逐渐开放之后，其实憋了差不多2-3年嘛，其实还挺多人。
应该是会很想要出去看看啊什么的，对吧？肯定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对，好吧，那我们就继续在这个深圳湾公园，我们就继续来走走看看。第4个月有没有什么好值得期待的啊？看你会不会辞职，我觉得还蛮值得期待。有可能哦，看你会不会，或是我们摆地摊爆红呢？或者是对我就是被裁员，然后或者是表妹她就一样跟我们摆地摊，对，她就留下不回温哥华了，对，就是都有可能。所以想要知道到底第4个月有没有什么最新的状况的话，就是继续关注我们就对了。继续订阅关注我们，一键3连，好吧？对，哎，讲一下哦，因为又来到深圳湾公园，就想到说上一次跟爸妈一起来，然后我们这一次来都很狼狈，就没有水，没有吃的。对。然后跟爸妈来的时候，爸妈都会准备好吃的呀、水啊什么的，就是什么都不用操心。哎，看来还是跟家人在一起比较好，是吧？反正我们如果被开除了，或者是不想做的话，我们就回昆明，然后回昆明的话，到时候再看干嘛呗，对吧？再继续流浪，对，继续再摆个地摊，好吧？那下个视频再见喽，拜拜，拜拜。